李白，啊，大唐有你，才真的了不起。他花费千金买下一堵墙，成为李白一生中最爱的女人，最终却没能与李白白头偕老。在唐朝有这样一个女子，她在梁园的墙壁上看到一首诗，激动欣赏之下，投掷千金买下了这堵墙。这个女子后来与题诗的诗人喜结良缘。当这位诗人陷入牢狱之灾，女子又四处奔走营救他。然而，当这位诗人好不容易遇到天下大赦，被放回的时候，夫妻二人的缘分却已经走到了尽头。这个女子就是大诗人李白背后的女人宗夫人。宗夫人和李白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呢？宗夫人那么爱李白，最后为什么选择离开了他呢？欢迎来到红颜丹青频道，本频道主要讲述历史上的一些著名女性的传奇人生，品读经典人物，感悟别样人生。本集主讲人为您带来宗夫人与李白的爱情故事。一、李白遇到宗夫人之前3段婚姻中的曲折冷暖。李白一生中一共经历了4段感情，其中第1段和第4段感情形成了婚姻，中间2段感情只是同居关系。大约在公元727年，李白26岁时，入赘已故宰相许圉家中，做了许家的上门女婿。李白的家庭条件不错，如果只是因为对许氏夫人有感情，完全不用入赘。之所以入赘，很大程度上应该是想让许家在朝中留存的势力，帮助自己进入上层社会。从内心来说，李白应该是对这段婚姻有所抗拒的。许家最终也没能帮助李白实现他的抱负。李白与许氏夫人的婚姻生活只持续了10年，在他37岁时，妻子许氏去世。之后，李白带着前妻所生的一儿一女迁居东卢，经邻居介绍与刘氏同居，但是这位刘氏很势利，也看不上李白天天喝酒，对入氏李家全不放在心上的行为，不久他们就分手了。与刘氏分手后，李白经历了被唐玄宗召见入朝的巅峰时刻，又经历了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失落。一心向往平淡生活的李白又回到了东卢，与一位邻家女子结合。这个女子与李白粗茶淡饭过了5年的平静生活，还为他生了一个儿子。可惜5年之后，这个连名字也没有留下的女子就死去了。这时的李白内心情绪极度低落，他的3段感情都以不幸的结果告终。心灰意冷的他本来已经不打算再结婚，直到他遇到了给他带来许多幸福的宗夫人。2、宗夫人与李白的相遇与婚姻生活的转折。在李白大约50岁时，他生命中最浪漫的一段爱情产生了。这次李白遇到的是一个对自己十分欣赏，而且能够成全自己过着四处飘荡散漫生活的女子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女子还出身高门贵族，是前朝宰相宗楚客的孙女。而宗夫人年轻貌美，生性淡泊，与李白志趣相投，还是李白的铁杆粉丝。公元744年，李白在商丘梁园遇到了对他崇拜的五体投地的杜甫，和同样浪迹天涯的高适。3人相见恨晚，从白天一直聊到黄昏。李白笔走龙蛇，提笔写下洋洋洒洒的《梁园吟》，之后尽兴而归。3人走后，这时还待字闺中的宗小姐来到梁园，看到李白在墙壁上写下的诗，她惊叹于这首诗中透出的沧桑之感，更钦佩诗人抒发的郁寂苍生的豪情壮志。加上这首诗气势磅礴，仿佛凝聚了自然山川的灵秀，宗小姐不由得对写下这诗篇的人暗自倾心。为了不让看守陵园的僧人把李白的诗擦掉，他不惜花费千金买下了梁园的这堵墙。当时的宗夫人还未出阁，却已才名远播。他花费巨资买下墙壁的事情不胫而走。这时，宗小姐正在派人四处打探李白的消息，而李白也听说宗小姐这位高门才女被自己的诗篇打动，做出了一件千古未有的奇闻雅事。在互相寻找之中，宗小姐和李白终于见面了。在见到宗小姐之前，李白从未想过，在自己的爱情世界里，居然还会出现一个和自己的灵魂如此相似的女子。宗小姐不但文化修养很高，而且对世事人情聪慧有见地。她虽然比李白小30多岁，却很懂得李白的失落、李白的骄傲和李白天真狂放的外表下那颗跃动不安的内心。相比于儒道2种价值观相互融合也相互冲突的李白，宗小姐的内心更加平静，这是一种看破了世事浮沉之后的顿悟。宗小姐年纪轻轻，为什么把世俗的纷争看得那么透呢？
这就要说到他的爷爷宗楚客了。宗楚客年轻的时候曾经2次担任宰相，虽然他也是一个很有见识与才华的人，但是做了宰相之后，膨胀的野心让他曾经因为贪污巨款而被罢职。到了武则天时期，由于宗楚客的母亲是武则天同一宗族中的妹妹，也因为宗楚客确实很有才能，他的官职虽然起起落落，但总体上还称得上是官运亨通的。到了唐中宗李显时代，宗楚客表面依附武三思和魏皇后，但实际上却为自己谋权夺势。为了掌控朝政，宗楚客居然密谋杀害曾经是太子的李崇，自己做宰相日久，也有了做皇帝的心思。但是他的帝王梦很快就破灭了，魏后一党很快遭到了清算，宗楚客被诛杀，他的家人也受到了牵连。子孙辈虽然没有被赶尽杀绝，但是也被边缘化了。宗小姐虽然不一定对自己的祖父有很深的印象，但是祖父痴迷于权力、自取灭亡的行为，她一定有所耳闻。所以她早早地看透了权力的反面和污浊的官场。成为李白夫人的宗小姐，虽然自己不希望再与官场有联系，但却仍然选择支持李白去建功立业。李白不考虑政治斗争的现实，也没能看出永王的不臣之心。宗夫人虽然认知清醒，极力反对李白出山，但在拗不过李白的情况下，她也只能做好营救李白的准备了。果然，李白到了永王的军队中，一腔报国热情很快就被赤裸裸的现实打碎了。永王本来就不想发兵平定安史之乱，也不想为还在灵武的唐肃宗李亨效力，而是要借平叛之名为自己招兵买马，趁机扩充实力，意图反叛朝廷。永王让李白来自己的阵营，也不是为了李白为国出力，而是要让李白做自己的御用文人。在李白看透永王的真面目，想要离开的时候已经晚了，因为永王做了祖师《永王东巡歌》，李白被小人诬陷为永王的谋主，宗夫人多方营救，极力为李白洗脱罪名。最终，李白由死刑改为流放夜郎。虽然途中遇到大赦，又被放回，但是一去很多时日，没能和宗夫人团聚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宗夫人在营救李白的过程当中，表现出了超越一般女子的大智大勇。李白获救后，曾经作诗表现了宗夫人对他的深情和过程当中体现出来的才能。闻难之痛哭，行题入府中，多君同蔡颜，流泪谢曹公。宗夫人的才情与智慧很让李白佩服，他认为宗夫人是可以与蔡文姬相比的奇女子。但是宗夫人的深情依然没有换来李白对平静家庭生活的珍惜。宗夫人可以包容李白的任性与天真，却不能容忍他一次又一次飞蛾扑火般的扎进政治的漩涡。他虽然也希望李白能实现自己的抱负，但是在政局纷乱、看不到希望的时候，宗夫人更希望李白能放下他的济世之心，安安静静地过好隐居山水田园之间的小日。但是李白是一定不会同意的。李白之所以是我们敬仰的李白，原因就在于他外表是道家风度，内在还是儒家信念。宗夫人内在信仰道家的观念，外在也喜欢过着道家潇洒的生活，这就注定了宗夫人和李白之间虽然有很多方面是互相欣赏的，但是终究有一天他们还是会分开，各自去追求理想中的生活。3. 宗夫人与李白令人叹息的结局以及后人的思考。有一种说法是，李白从流放途中回来后，有一段时光中确实消磨了火热的报国之志，与宗夫人度过了一段非常惬意的生活，最后他们真的白头偕老了。我们愿意相信这个美好的结局，但是这个结局明显不符合现实。更符合现实的一种结局是，当李白被宣判长流夜郎的时候，史书记载其宗室咸相送，这个咸字有2种解释，一是宗夫人一边埋怨李白不听自己的建议，一边去送李白，但是没送多远就分手了。还有一种解释是，宗夫人根本就不想去送他了，而是自己到庐山修道去了。李白遇到了天下大赦，才获得了回归家庭的自由。但是这次的李白居然还没有回家的心思。被流放时已经58岁的李白，又在江夏过洞庭到宣城、会稽等地流浪了2年多。这期间，李白可能短时间回过家，又一次送宗夫人去庐山修道。之后，宗夫人再回到李白身边的可能性很小，因为在李白生命的最后阶段，他的生活已经非常窘迫，并且不得不继续依赖亲朋好友的救济为生。最后，李白不顾自己年事已高，本来还要到李光州麾下去寻找报效国家的机会，却不得不因病折回，到镇江去投靠族叔李阳冰，最后就死在李阳冰家中。由此可见，李白和宗夫人不仅平时很少团聚，而且在李白生病的最后时刻，宗夫人也没能和他在一起。
我们可以理解李白表现到极致的自由与散漫，也可以理解他至死不渝的报国热情。但是从宗夫人的视角来看，他离开李白的选择不仅不应该被指责，而且也是为自己活的一种明智的行为。世上本来就不是只有李白一个人才有资格为自己活着的。在李白和宗夫人的这段婚姻当中，我们既看到了无比浪漫的开始，也见证了宗夫人的真情守候和他对李白的大度成全，更见识到宗夫人为了营救李白付出的超乎常人的努力。但是宗夫人最终还是被李白深深的辜负了。李白对于这位宗夫人还是有着真挚的感情的，但是根据李白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来说，他对宗夫人的爱也是真的，有爱却始终不肯为家庭改变自己也是真的。倒是宗夫人一直在包容着李白的天真与任性，并在关键时刻救他于危难之中。但是宗夫人单方面的付出并没有换来他与李白的长相厮守，而只是换来天各一方生离死别的悲剧结局。豁达又自我如李白，也许并不觉得怎样悲伤，但是对于宗夫人来说，爱上李白这样永远都不会成熟的像个孩子一样的人，心中的苦涩一定比甜蜜多了很多吧。其实李白自己也知道，做他的妻子是一件不但不幸福，而且还很痛苦的事。大约在李白35岁的时候，他就给自己的第一任妻子许氏写下了一首诗：360日，日日醉如泥，虽为李白妇，何以太常妻。这里的太常是指东汉时期的官员周泽，虽然廉洁奉公，但是对他的妻子非常不近人情，经常以自己主持祭祀礼仪为由和妻子分居。李白自己虽然不是不近人情，但是他又喜欢饮酒，又喜欢云游，他的妻子爱上一个经年累月不回家的人也是很痛苦的。李白笔下虽然写出了自己的任性和他对妻子痛苦的内心的体会，但是他不利于家庭和谐的两大爱好自始至终没有改过。宗夫人再爱他，最终也会厌倦独守空房的凄凉和战战兢兢，总是怕李白在外面遭受祸端的担忧。也许宗夫人最后终于明白了，李白就是一个不适合有家庭的人。不知道他爱上李白是幸运还是不幸。世人只看到李白像一颗恒星在夜空中闪烁，谁又看到了宗夫人暗淡中的深情与寂寞呢？